美海军首次成功完成洲际导弹拦截，为何突然自爆？或受到航母杀手刺激？水平究竟如何？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在10月17日，美国《星条旗报》报道称，一艘美军舰首次用标准3导弹拦截并摧毁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靶弹，这是美海军首次拦截洲际导弹。但是美国曾经宣称，标准3不能用于拦截洲际弹道导弹，为何突然自己打脸？据悉，标准3主要用来在太空中摧毁目标中程导弹，较之前7号射程、速度都有很大提升。美军强调，它可以保护夏威夷、关岛和其他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以及盟友免受敌人的导弹威胁。此前俄罗斯就多次表示对标准3导弹的担忧，它可以部署在东欧的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中，可以拦截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从而进一步威胁俄罗斯的核安全。而美国一直对外宣称，该系统只能拦截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以这个借口反驳俄罗斯的抗议。现在这个试验就是一种我不装了摊牌，这个就是能拦截洲际弹道导弹，为何美国突然自爆？对此，南华早报援引军事观察员的话表示，美国的洲际反导试验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发射2枚航母杀手的反应。之前该媒体就曾报道，解放军在8月从不同地点向南部海域发射了东风26B 和东风21D 导弹。在前段时间，一位退役海军大校证实，中国导弹同时击中了七沙群岛附近的高速移动靶船。美海军受到航母杀手的刺激，想要以这个反导试验证明其在太平洋仍然具有军事优势，并且向盟友展示华盛顿仍然有能力保护他们。虽然美国对外声称这种导弹将防御流氓国家的核威胁，但是外界更担忧的是，美国用这种导弹耍流氓。不过，军事专家孙荣平表示，标准3没有能力阻止东风41和东风26B 等弹道导弹，因为它们具备出色的机动性和快速变轨能力。不过，标准3洲际反导能力对中俄核威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如果两国攻击美国本土的导弹，通常走的是北极航线，那美海军只需要调驱逐舰到北极圈内部署拦截。但是如果大规模导弹袭击，这种拦截几乎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对于中俄而言，美军这一实验也提了醒，包括下一代洲际导弹要确保更强的突防能力，至少弹头和诱饵得够用，然后滑翔弹头那些也要用得上。总之，美国已经具备了对付90年代中俄主力弹道导弹的能力，但似乎晚了点。能够20倍音速的东风17是美国现阶段还难以拦截的。乌克兰突然搭上土耳其，马达西奇要被土耳其截胡了，中企主动出击。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最近这几年，关于马达西奇收购案备受关注。由于美国横插一杠，施压乌克兰当局阻挠这笔交易，导致收购案至今还悬而未决。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土耳其人却突然也要来搅局。在前不久，中东时报报道称，早在8月份的时候，乌克兰副总理、战略产业部长奥列格·乌鲁斯基提议土耳其购买马达西奇公司50%的股份，以便在飞机发动机制造领域展开合作。报道指出，目前乌克兰正成为土耳其海军发展上的重要伙伴，双方之间的技术合作已经大大增加，包括航电设备、军用无人机、柴油发动机等领域。同时，双方还签署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这些资金将投入发动机制造领域发展，也难怪乌克兰突然搭上了土耳其。土耳其一直有兴趣收购一家乌克兰企业，以解决其无人机引擎问题，而马达西奇已经在向土耳其提供无人机发动机。如果收购达成，土耳其能够完全自给自足，集中生产周期来生产无人机。而且土耳其对该公司的安225也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在纳卡冲突中，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名声大噪，或将有很大的国际市场。而乌克兰总统抵达土耳其进行访问期间，双方就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包括乌克兰将购买48架土耳其 TB2 无人机，并在乌克兰制造，土耳其将向乌克兰提供必要的技术。同样，乌克兰将在发动机等方面转让技术。分析称，乌克兰看到无人机的作战前景以及市场，求之不得和土耳其合作，同时还能摆脱美国的施压。虽然乌克兰提议土耳其收购50%股份，但是早在2019年8月，中国企业就已经收购了马达西奇50%以上的股份。本来是水到渠成的双赢合作，但是美国多次警告乌克兰人不要把马达西奇股权出售给其他国家。在今年2月份，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奉旨行事，介入阻止中企收购马达西奇。对于土耳其截胡，中企是被动还是主动出击？11月18号，俄媒 Top War 网站报道称，从马达西奇网站报告得知，相关中企已经计划以3.5亿美元起诉乌克兰，而且原告将由3家世界著名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代表。在提交仲裁请求前，
中企在4月份就向乌克兰司法部提出投资纠纷和数亿美元的索赔申请。在去年，马达西奇向中企出售一半股份，但是乌克兰当局要求停止这笔交易并冻结该公司的账目。由于乌克兰政府机构的干预，中企无法行使其财产权。在新闻底下也有俄罗斯评论：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在这一过程中一切顺利，也许会教乌克兰一些东西。还未上任美国防部候选人就放狠话，72小时击沉中国舰队，解放军怎么预判了美国的预判？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最近南华早报报道称，美国下一任国防主要候选人米歇尔·弗洛诺伊还未当选上任，就已经展现出了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他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刊文称，随着美国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主张的能力和决心下降，美国需要坚固的威慑力量，比如美军可以通过在72小时内击沉对手在南部海域的所有的军舰、潜艇和商船的能力，用来增强威慑力。冒解放军对该地区的封锁或入侵将会更加深思而后行。随后，美国海军部长布雷斯韦特呼吁美海军应该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十字路口建立一支新的舰队，第一舰队将应对海上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威胁。但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表示，虽然实现这一构想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但他们的目的就是持续军事施压，尤其是随着新冠病毒流行，可能会导致美国国防预算大打折扣。美国重组舰队的计划概率也很低，更何况米歇尔的叫嚣是毫无根据的。目前，美国能担任主力舰的舰艇数量越来越少，相反，中国海军舰艇不断下水。虽然美国拥有数十艘核动力航母，但是想要去中国周边海域，需要敌方航母杀手。前段时间，面对美军航母的挑衅，解放军向南部海域发射测试了东风26B 和东风21D 航母杀手，并成功击中该海域一艘靶船。美军不远千里过来挑衅，面对的不仅是我们的舰队，还有岸基大量的弹道导弹，叫嚣72小时击沉中国所有舰队，未免太多无知和狂妄。更何况解放军预判了美军的预判。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波表示，无论美国展示怎样的威慑力，我们的军事计划和维护主权的决心也不会改变，这种威胁毫无作用。因为解放军在计划对台军事行动之前，就一直把美国的直接干预纳入计算范围，所以无论美国是否干预，结果都不会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和特朗普的单边主义相比，拜登显然更倾向于采用集体和多边的方式来遏制中国。布雷斯韦表示，太平洋周边和全球的国家需要协助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进行反击，包括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最近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大有打造亚洲小北约的趋势。我们周边形势仍然还很严峻，随时都需要打起12分精神。中国轰炸机队比美军轰炸机有什么优势？新型轰炸机更让美军担忧。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在很多人印象中，中国轰炸机和美国轰炸机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最近美军关注到中国轰炸机的优势。据美国福布斯网站近日报道称，相较于美空军削减轰炸机部队，中国空军却一直在持续增加轰炸机服役数量。目前全球只有3个国家有轰炸机队，俄罗斯有135架，包括图22、图160和图95轰炸机，而美国空军有156架 B1、B2 和 B52轰炸机。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核弹头远低于美俄的中国，在轰炸机方面规模却更大。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解放军空军目前有231架轰6轰炸机，在短短2年时间内，空军增加约36架轰6轰炸机，目前已经发展出多个改进型型号，包括能携带反舰导弹的轰6J、携带陆基巡航导弹的轰6K 和最新型可以在空中加油的轰6N轰炸机。目前，中国有多达10个军事基地中都被发现部署了轰6轰炸机，代表着世界第2或第3大远程空中打击力量。然而，美军此前一直计划采购100架 B-21新型隐身轰炸机，并且和74架重新升级的 B-52轰炸机一起服役。但是，美国轰炸机部队却在逐步削减，到明年还有17架老旧的 B-1会退役。如果想要和中国轰炸机力量抗衡中占主导优势，美军至少需要采购160架 B-21新型隐身轰炸机。这篇文章通篇能用大前2字形容。不过，美媒指出，虽然轰6轰炸机规模更大，但是轰6更小、更落后。除了新的轰6N，其他大部分轰6系列都没有空中加油系统，航程因此受到了限制。而美国的轰炸机全部都能进行空中加油，几乎想往哪飞就往哪飞。
而且轰6采用常规材料，并且机身布满块状物或凸起，难以和采用飞翼布局的 B-21和 B-2隐身轰炸机相媲美。值得一提的是，美军担忧的并非轰炸机规模，毕竟我国轰炸机水平确实和美国轰炸机还有很大差距。美军更担忧关注的是，在10月份的时候，曾有一段关于轰6N轰炸机挂载空射弹道导弹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热议。其实，自从去年轰6N首次亮相以来，轰6N的半埋重载外挂点就成为焦点，外界都在猜测轰6N会挂载什么导弹。该视频似乎给出了答案。据美国战区报道称，轰6N机腹挂载了一枚比轰6发动机机舱还要长的新型导弹，而且导弹前部截面呈独特的器型轮廓，比之前轰6N挂载的常见时要尖锐很多。美媒推测，该导弹外形和东风17极为相似。如果消息被证实，那么这表明中国已经发展出了空射版高超音速导弹，而美国现有反导体系没法拦截，这将让轰6的作战力得到极大提升。